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这两天我的电报群里面突然多了很多讨论美股券商开户的话题。这次咨询美股券商开户的人，很多人并不是美股的新手，而是有很多人已经有了像老虎证券、富途证券这些互联网券商的账户。这些小伙伴既然已经有了账户，可以炒美股了，那么为什么还要再准备开美股券商的账户呢？因为这些互联网券商开始让人感到一丝危险。10月底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表示，从业务实质看，跨境互联网券商在国内相当于开车无照驾驶，属违法金融活动。这就相当于政府官方对互联网券商的业务定了性。既然互联网券商的业务是非法的，什么时候被取缔，全看监管部门的安排。话音刚落，当天美股盘前，两家上市的互联网券商富途和老虎证券的股价都下跌超过 20%。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互联网券商 80% 的客户资金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客户，这也就证明了出境炒股的大陆客户数量庞大。也就是说，这些互联网券商手握大量中国客户的资料，而他们为了规避监管的风险，存储数据的服务器都是设在境外。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之后，按照规定，互联网券商的数据必须得到国家安全部门的审查。正是这两个原因，让很多国内的互联网券商的股民感到恐慌。假如这些互联网券商被认定为非法，那么我在这些券商账户里的资金安全是否还能继续得到保障？我个人的财产状况会不会被国家机关所掌握？我个人的信息会不会因此而泄露？所以很多人为了规避风险，开始从互联网券商出逃，寻找开通新的美股券商。今天会和大家重点来聊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国内互联网券商现在安全吗？还可以继续使用吗？第二是境外的券商要怎么样选择？这些券商能保证财产和信息的安全吗？关于美股券商，我之前向大家介绍过4个。首先是国内资本的雪鹰证券和老虎证券，然后是美国传统的德美利证券，以及互联网券商盈透证券。其实国内的2家互联网券商就是套了皮的盈透证券，用的底层的系统和交易清算通道都是盈透证券的。这2个国内券商的优势在于是中国人开办的，对中国人的习惯比较了解，开户的流程比较简单，只需要身份证就可以开户完成。但现在他们的优势变成了致命的问题。跨境炒股在之前其实一直是一小撮人的游戏，原因是它的门槛相对而言还是比较高的。首先你得要开通一个券商的账户，开通这些账户往往是需要提供护照、签证以及资产收入这些信息。截至2016年，中国有 1.2 亿人持有护照，占总人口的不到 10%， 而这些持有护照不到总人口1/10的人中，会去炒股的估计 1% 都不到。即使你开通了美股券商的账户，给券商入金又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因为中国的外汇管制，我们是没有办法直接把美元汇款到券商账户的。这个时候就又需要一个境外的银行账户。开通境外的银行账户又是困难重重，真正能够搞定这些炒美股的条件的人真的是少之又少。而互联网券商的出现就改变了这个现状。首先他们的开户门槛都很低，只需要国内的身份证就可以了，这个相信每个人都有，都可以满足这个条件。另外入金方面，互联网券商也是想尽了办法。一般你开户成功之后，他们都会给你提供一个虚拟的境外银行的私人收款账户。因为国内的外汇管制，在境外汇款方面，它限制的是个人到境外投资机构、公司账户的汇款，而国内个人汇款到国外个人，一般情况下是不做限制的。所以互联网券商通过提供境外虚拟个人银行账户的操作，你就可以顺利的入金到他们的互联网券商账户，开始境外炒股。可以说互联网券商的这些做法一直是游走在监管的灰色地带。俗话说得好，法律之外的钱赚的是最容易的。这些互联网券商，尤其是老虎、富途这2家，之前都是高调上市，上市之后股价也是节节攀升，境外炒股开始变得如此的高调，又怎么可能不引起监管部门的注意呢？
境外炒股之前是少数人的个人行为，但是经过互联网券商的推波助澜之后，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群体游戏。在监管眼中，其中蕴含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首先是这些境外炒股的资金会造成大量中国美元外汇的流失，其次，炒股这种高风险的金融行为并没有受到国内监管部门的监管，而股票又是一种风险非常高的金融活动，一旦遇到金融危机的情况，这些不受监管的资金和人如果血本无归，很有可能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之前境外炒股是个人行为，监管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现在境外炒股演变成了一种群体行为，那么就必须被纳入到监管之中。所以说，像老虎证券、富途证券这些互联网券商的好日子基本上已经到头了，一纸公文毁掉一个行业已经不是新鲜事了。下面我们来聊境外的券商要怎么样去选择。先说结论，我个人比较推荐盈透证券和德美利证券。先说盈透证券，盈透证券目前是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券商，国内的老虎证券、雪盈证券其实都是套了皮的盈透证券。盈透证券的优势主要有3个，第一个是盈透证券的账户几乎可以交易全球所有国家市场所有的金融产品。开通一个盈透证券的账户，你可以同时去交易美股市场、港股市场、英股市场、新加坡市场以及其他全球各地大大小小的金融市场。另外，在这些市场中，你不仅可以去交易股票，还可以去交易基金、外汇、贵金属等等金融产品以及它们的衍生品。目前美国公民开户的账户已经可以交易加密货币。盈透的内部工作人员告诉我，其他国家公民身份开户的账户很快也可以交易加密货币了。可以说，开通一个盈透账户，无论是你想得到的还是想不到的金融资产都可以交易。盈透证券的第2个优势是，它账户内所有不同币种的资金是可以自由流转的。举个例子，如果说你有一个美股券商，还有一个港股券商，你现在想买掉港股的股票，然后去买美股的股票，一般的做法是我先卖出股票，然后把这部分资金提现到香港的银行账户，然后把这些钱从港币换汇成美元，再把这些美元汇款到美国的银行账户，美国的银行账户再入金到美国的券商来进行交易，可以说非常麻烦，而且耗费的时间非常长。而用盈透证券的账户，你只需要卖出港股到港币，然后在账户内就可以直接把港币兑换成美元，直接购买美股，这就是一个账户交易全球资产的优势。另外，利用这个功能还有一些骚操作，比如可以实现资金无手续费、无时差的跨境全球流转。盈透证券的第3个优势是它的股票收益增强计划。这个计划其实就是我们授权盈透可以把我们持有的股票借出去，有需要借股做空的人就会付给盈透费用，盈透会把这笔费用的一半分给我们。如果你持有10万美元的股票，参与了收益增强计划，每年可以躺赚4000美元。另外，盈透证券在今年也取消了账户的入金费用以及股票的交易佣金，更加适合入门级资金量比较少的散户。另外一个我比较推荐的就是德美利证券。德美利证券是美国最大的传统券商，它在美国有300多家线下交易所。作为一家老牌的券商，我个人觉得德美利证券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客户服务真的非常的好。首先，它的网页端是有提供中文的，而且在它的美国的客服电话也是有中文普通话和中文粤语服务，接通的速度都非常的快，客服人员也比较专业。虽然平时炒股也不太需要客服提供什么帮助，但是有些时候客服的服务就很关键。比如说去年我为了申请 ITIN 需要准备一张1042税表，而这个时候已经过了官方的申请截止日期，但是给客服发了邮件说明了情况之后，1个工作日之后就得到了回复，收到了税表，这点还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德美利证券的杀手锏是它的交易客户端 Thinkorswim，这个客户端有复杂的界面和强大的交易功能，简直是令人眼花缭乱。我之前还专门做过一些视频来介绍这个客户端的使用方法。德美利证券的客户是可以免费使用这个软件的。那么这2个美国券商要怎么去选择呢？如果说你只做美股市场，交易的货币只有美元，那么就选德美利证券。但如果说你交易的金融的品种、交易的市场还有交易的货币都比较多的话，那么强烈推荐盈透证券。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盈透证券的。
虽然说有很多功能和市场现在用不到，但是万一以后哪天就用到呢，有总比没有的好。那么关于美国的券商，它到底安全吗？首先说资金方面的问题，美国券商和国内券商一样，无论出金还是入金，都必须本人的同名账户来进行。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担心股票账户万一被盗了，自己的资金会不会被别人转移掉。另外是关于信息安全的问题，最近实施生效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是否会对这两家美股券商造成影响？首先，我们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条例中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内容都是针对信息提供者，也就是机构，就像老虎证券、富途证券这些互联网券商，他们手握大量中国大陆公民的信息，一旦这些信息泄露，可能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影响。而条例中并没有对个人参与境外投资做出非常明确的限定，而这些美股本土券商，比如德美利证券和雪鹰证券，在中国大陆并没有设有分公司，也没有去主动的推广或者招揽自己的业务，这就不会触碰到监管部门的底线。另外，由于这两家券商都是注册在美国，中国的法律更是约束不到。国内的互联网券商之所以被监管批评，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大部分的客户80%都是中国大陆人，而这两家美国本土券商，他们的客户是来自世界各地，中国大陆的客户占比远远没有互联网券商那么高，对于金融的稳定性和社会安全的影响也并没有那么大。再加上这两家美国券商的开户门槛、入金门槛都还是比较高的，这就像前面我说到的，能够参与到这两家券商业务的只会是一小撮人，而这一小撮人对社会安定并不会造成明显的影响，所以监管部门暂时还是不会去监管这一块的。再说一下资金安全方面，这两家券商都参与了美国证券监督委员会的保险，每个人每个账户有30万美元的保额，如果说券商破产了，每个账户可以获得30万美元，而这两家顶级的券商破产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你想开美股券商账户，可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就可以直接跳转申请。而至于其他的美股券商，我个人不是非常推荐，这些券商要么是规模不大，要么有中资的背景，要么客户的体验非常垃圾。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如果有什么想法或者建议，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欢迎点赞、订阅、分享，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我们下期再见。